我的妻子林薇和公司上司陈子峰暗地里有染，外出时两人不幸遭遇车祸。因为我的妻子身受重伤，资金短缺的我只得卖车卖房救治。可刚处理完卖房卖车的款项，林薇便离世了。那些车钱房钱落到了我名下，再加上林薇卡里的存款，我一夜之间成为了千万富翁。然而林薇的父母却将我告上法庭，声称我杀害了他们的女儿。审讯室的白炽灯刺得人眼睛生疼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烟味混合的沉闷气息。我坐在冰冷的铁椅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裤子上的褶皱。对面两个警察一坐一站，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，神情肃穆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周明，你和林薇是怎么认识的？具体时间？问话的是个中年警察，姓郑，眼角有明显的细纹，眼神锐利的像要穿透人心。旁边年轻些的女警察低着头，指尖飞快地敲击着键盘，时不时抬眼扫我一下，那目光里满是探究。我抬手搓了把脸，干涩的皮肤传来刺痛感。这几天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，从林薇车祸住院的紧急电话，到我四处筹措医药费的奔波，再到她骤然离世的噩耗，最后是处理后事时的麻木，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。醒来后只留下满身疲惫和挥之不去的恍惚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多久没好好睡过一觉了。眼底的青黑大概比身上的衣服还要浓重。去年4月16号相亲认识的，我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，喉咙干涩的厉害。郑警官挑了挑眉，笔尖在本子上顿了一下。记得这么清楚？那天是我女儿的生日。你这么年轻，名校毕业，还在体制内工作，怎么会需要相亲？我是外地人，在这里读书、工作，家不在这儿，没什么根基。刚进单位的时候，同事们都很照顾我，尤其是那些叔叔阿姨，热心地帮我牵线搭桥。体制内的大叔大妈们确实爱做这种成人之美的事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去年7月5号，认识3个月就领证了。这么快，原因是什么？林薇怀孕了，我们算是奉子成婚。我顿了顿，补充道，她比我大2岁多，当时已经30岁了，担心以后生孩子麻烦，就想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们商量着，以当时的情况，以后肯定也是要结婚的，索性就直接领证了。你觉得自己了解他们？我愣了一下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问，但还是认真回想了片刻，说道：他知性优雅、善良、真诚，待人接物都很周到礼貌，对我也很温柔。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，而且他的条件我也满意。哪些条件让你满意？郑警官追问。他工作体面，长相出众，工资也比我高。我们在一起是互相成就，不是一方依附另一方。我坦然回答。据我们调查，你家条件也不错，结婚时也在这边买了房吧？我父母早就准备好了买房的钱，为了表诚意，我们领完结婚证才买的房。我把房子分了他一半，还贷了100多万的贷款，用我的公积金偿还。能一次性拿出100多万首付，家庭条件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父母做点小生意，不算大富大贵。我虽然有稳定工作，但毕竟是外地人，想找个满意的对象确实不容易。我不想因为结婚委屈自己。成年人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我觉得他是我遇到过最好的人，能娶到他是我的幸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平复下来。我丈母娘他们凭什么认为是我杀了林伟？林伟出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急于卖房？这个问题像一根针，刺破了我强行维持的平静。我猛地攥紧了拳头，指节泛白。当时我手上只有3万多块现金，其他钱都套在股市里取不出来。医生说他情况危急，就算救活了，也大概率是植物人。但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让他活着。他住进了 ICU， 你们也知道，那里1天的费用就要1万多。我的钱很快就花光了，向朋友借的钱也撑不了多久，实在没办法，才想到卖车卖房。林薇的钱你为什么不用？我们结婚后，钱财都是各自管理。家里的开销，我负责房贷和水电燃气费，他负责人情往来。婚房的装修是他出的钱，家具家电也都是他置办的。夫妻间实行 AA 制，在外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。林薇情况这么严重，你就没想过跟他父母说一声，让他们帮忙吗？当时他情况太不好了，我不想让老人过来跟着担心，想等他情况稳定了再告诉他们，我怕他们承受不住，尤其是我丈母娘。我知道我岳父张兰和丈母娘都很疼爱林薇。据我们了解，张兰并不是林薇的亲生父亲，他是林薇的继父，但他确实对林薇很好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
几百万的房子送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妓女，这还不算好吗？你还挺维护林威和他的家人，你们平时会经常联系他父母吗？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老人打2次电话，林威应该也会和他们联系，具体的我不太确定，我从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，也没联系过。他没告诉你，他父亲已经去世了吗？他从没跟我说过。他父亲吴磊是名矿工，在张兰的煤矿厂上班，后来出事去世了。我呆呆地坐在那里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林威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件事？他有什么理由要隐瞒？当时你为什么要把所有房子车子都卖掉，包括林威婚前的3套房子？当时急着用钱，但你们也知道，最近二手房市场行情不好，我怕房子卖不出去，就把所有房子都挂了出去，想着总有一套能先成交。卖掉的第1套是林威在2环的大平层，但对方不是付现金，要走贷款流程，我怕赶不上交医药费。刚好第2套是我们的婚房，我定价较低，还要求付现金。这套房子卖得很快，钱也很快到账了。当时林威情况危急，孩子又生病，我实在分身乏术，就把卖房的事委托给同事帮忙办了。后来等我忙完林威和孩子的事，好几笔卖房款都打到了我卡上，我要是反悔不卖，不仅要付违约金，还会得罪同事。毕竟买房的都是单位领导的亲戚，我刚进单位没多久，实在不敢得罪人。市中心位置那么好的房子，你折价出售，本就很抢手。领导亲戚想买，就算你不想卖也得卖。房子都卖了，你现在住哪里？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买主也就是领导的亲戚，不是马上要入住，就先租给我了。当时为什么把林威的车也卖了？我有个富2代同学叫赵宇，开了家汽车改装店。当时我卖房卖车同步进行，就把车开去他那里，让他帮忙评估。可没想到，后来他手下的员工私自把车开出去，出了车祸，车子撞得很严重。没办法，赵宇就把车买了下来。具体的车祸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交警应该有记录。说句题外话，当时卖车卖房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吗？你知道照顾一个植物人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财力吗？你跟他结婚，是不是因为他能让你的生活水平不下降，甚至能过得更好？而他变成植物人后，你卖车卖房就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影响，这些你就没想过吗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想过又怎么样？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如果换成你们，你们会因为这些就选择不救吗？你岳父岳母怀疑你杀害林威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在他们还没赶到的时候，你就把林威火化了。当时林威在 ICU 抢救了10几天，我每天都要签很多病危通知书，孩子又生病，离不开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心灵感应，孩子除了我，根本不让保姆带，才4、5个月大的孩子，不能没有妈妈。当医生宣布林威死亡时，我整个人都傻了，那种天塌下来的绝望，你们根本无法体会。那之后的事情，我都浑浑噩噩的。殡仪馆的人来了，他们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，只记得他们说能帮我安排好林威后续的事，我就让他们把人带走了。而且林威去世的时候，因为是从山崖掉下去的，整个人都面目全非，我怕二老看到后承受不住，所以才决定把他火化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努力平复情绪。那你当时为什么还找保险公司的人来定损？结婚的时候，林威给我和他自己都买了高额的医疗保险和意外险。他出车祸前刚给保险续费，当时因为他在医院，我回家收拾衣服，看到了他放在柜子里的保险单，想着能不能用保险抵消一部分医药费，可没想到保险都是骗人的。以前说的那么好听，什么赔付及时、随用随取，全都是假的。但后来你不是拿到保险的赔付了吗？重疾、医疗、意外加起来有好几千万，尤其是意外险，谁家会买这么高的额度？简直像是早有预谋要骗保。我对他的话感到震惊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朝着他怒吼：有钱又怎么样？现在拿到赔付有什么用？我希望我们一辈子都用不上这些保险，我希望林威永远都活着。两人都没料到我会突然激动，听到动静，外面的警察也冲了进来，好几个人把我拉开。那个说话阴阳怪气的警察，在我凶狠的注视下，悻悻地离开了审讯室，换成了之前那个年轻的女警察，继续问话。等我平静下来后，女警察才轻声问道：你们为什么会买这么高额度的保险？林威买的。他说我们成家有了孩子，跟单身时不一样，有了责任和牵挂。他不希望如果我们其中一方或双方出意外，
或者生病，所以买保险就是买个保障，防止出现这样的意外。我当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而且保险是他选的，钱也是他出的，我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审讯终于结束了，警察带着我离开了审讯室，我丈母娘就像疯了一样扑了过来。你这个没良心的混蛋，都是你害死我女儿，我要你偿命！我有好几天没休息，反应有些迟钝，根本来不及躲闪，脸和脖子一下子被抓出好几道血痕，火辣辣的疼。好在这是警察局，警察很快把他拉开了。我看着玻璃反光里狼狈的自己，疲惫的苦笑着说，如果您真觉得我对不起林薇，那就拿出证据来吧。证据就是我女儿死了，你还活着，是你杀了她。你以为她死了，你就能霸占她所有的钱吗？你做梦！他声音尖利，还想上前抓我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杀了林薇，我们没有权利抓他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们，最好别包庇他，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后悔。谁质疑谁举证，你先拿出证明他杀了你女儿的证据，不然就是报假警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我们有权拘留你。不就是证据吗？我有事先走了。临走前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看着他坐上一辆豪车扬长而去。郑警官突然在我身后问道，你觉得他要让你吐出来什么？应该是卖房子的钱吧。其实我本来就打算等林薇的事情处理完，就把卖房的钱还给他们。郑警官了然的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我浑身疲惫的回到家，孩子已经被他外婆接走了，我给保姆放了假，家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本来想冲个澡就睡觉，但看到浴室里那个大浴缸，那是林薇专用的，我从来没用过。鬼使神差的，我给自己放了水，打开音乐躺了进去，还倒了一杯红酒。温热的水包裹着身体，舒缓的音乐在耳边流淌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难怪林薇那么喜欢泡澡，确实让人身心舒畅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竟然睡着了，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吵醒。我本以为是领导的亲戚过来验房，没想到一开门就被人一拳打在眼睛上，鼻腔里立刻涌出一股热流。恍惚间，一条拇指粗的金项链在我眼前晃动，我抬头对上了岳父张兰那张满脸横肉的脸。臭小子，放着好好的路不走，老子的钱你也敢打主意？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说完，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。我刚想挣扎，他带来的人就把我按在了地上。卖房子卖车子，你以为林薇死了，你就能霸占他所有东西？想得挺美。他站起来踹了我两脚，接着揪起我的头发，恶狠狠地说道，他账户里的钱是不是你卷走了？你知道那是老子的钱，给你个机会，把钱交出来，我还能考虑放了你，不然你的前途还有你爸妈的安全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什么钱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伤害我爸妈。我动不动你爸妈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你自己说了算，明白吗？张兰冷笑一声，然后对带来的人吩咐道，你们好好问问他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张兰带来的人，心里清楚，问问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子，所以才杀了林薇，想霸占财产。他们是不会听我解释的。张兰之所以这么气急败坏，根本不是因为怀疑我杀了林薇，而是在乎林薇账户里的那8000万，那笔钱本就是她的赃款。张兰带来的人把我拖进车里，对我拳打脚踢，逼我认罪。我咬紧牙关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就在我意识快要模糊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警察，不许动！我扯了扯嘴角，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在医院照顾我的是同事王林，他是买了我房子的小领导的亲戚。看到我醒来，他特别惊喜。周明，你可算醒了，这都睡了1天1夜，把我吓坏了。谢谢，谢谢你照顾我，王林姐。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你说你这都遇上什么事啊？你好心卖房救他们女儿，他们竟然这么对你，真是太没良心了，还把我表舅妈打得腿骨折。还好是他们刚好赶过来遇到，报了警，不然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阿姨她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腿骨骨折了，她年纪大了，恢复起来慢一些。不过跟你说，这事没完，你也别再惦记你那个岳父张兰了，你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可没把你当回事，能这么往死里打你，根本就是仇人。我苦笑了一声，不知道阿姨现在在哪里，我得去看看她。那天要不是我说让他们过来验房，他们也不会遇到这事，都怪我。行了，你现在浑身是伤，可别再去折腾了，
等你好了再说。再说了，这都是你岳父张兰不讲理，跟你没关系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王林以为我想到了伤心事，连忙转移话题。对了，我从食堂带了排骨汤，你伤得这么重，赶紧趁热喝点，补补身体。说着，王林把保温桶里的汤倒出来。那个岳父张兰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怎么这么发达？我只知道他是开煤矿厂的，在当地很有势力，很多人都怕他，但我们平时接触不多，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哼，我看啊，他多半是当地的地头蛇。你看他带来的那些人，一个个凶神恶煞，对你下手这么狠，手上肯定不干净。跟你说实话，你那套房子是我表舅他们买的，我表弟在扫黑组工作，这次你岳父把我表舅妈腿打骨折，我表弟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，用不了多久他就该倒霉了，到时候你可得拎清楚，知道吗？王林姐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我不是说这事跟我岳父有关，就是觉得有点奇怪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林威他亲生父亲的事。我以前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，昨天在警察局，郑涛警官告诉我，但我不明白林威为什么一直瞒着我这件事，瞒着我有什么用？我还以为他只是失踪了，没想到已经不在了。那是他继父的事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紧张。不过你说的这事可以让我表弟查查，说不定你老婆的亲生父亲就是被他继父害死的。之后王林又跟我聊了些别的，见我精神不好，就让我赶紧再休息，他下午再来看我，给我送吃的。第二天，郑涛警官提着一兜水果走进病房，比起上次审讯，他这次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，连寒暄都少了。他想逼我承认杀妻的罪名，好把他的那些烂摊子都推到我身上。那你真的做了吗？看到我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又连忙摆手。开玩笑的，说正事。你之前把林威的车开到朋友赵宇那里寄卖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我装作一脸迷茫，脑海里却快速闪过林威车里被动过手脚的刹车和气囊，就觉得刹车有点松。我对车也不怎么懂，就没太在意。郑涛警官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语气突然变得凝重。交警那边查过，那辆车的刹车和气囊都被人动了手脚。你朋友赵宇的员工开出去后，直接撞成重伤，车子也彻底报废了。怎么可能？那车值100多万，每年都按时保养，除非是有人故意搞破坏。林威账户里的钱是不是你转移了？还有他车里的录音笔，上面全是你的指纹。录音笔那是我之前开会用的，丢了好一阵子，没想到会在他车上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那支笔本就是我特意放的，目的就是录下林威和张兰的罪证。郑警官走后，我点开郑警官发来的音频，同时不动声色地替换了手机里另一个同名文件。下一秒，病房里就响起我失控的嘶吼声，我故意把屋内动静弄得一片狼藉。没过多久，王林就冲了进来，看到病房里一片狼藉，吓得尖叫起来。周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刚听人说，那录音笔里全是林威和他继父张兰的龌龊事，真是造孽啊！我那么对他，他竟然和张兰那种人勾结，我的女儿好像还是他和他上司勾结的。这个女人真是太坏了。你放心，这事我肯定帮你传开，让大家都看看她的真面目。看着王林兴致勃勃离开的背影，我嘴角的笑意悄悄加深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舆论就是我最锋利的武器。张兰，你以为我是任你拿捏的软柿子吗？你欠小冉的，欠那些无辜受害者的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一一偿还。小冉，我青梅竹马的白月光，那个从小就聪明伶俐，高中就保送名校的天才少女。当年她父母遭遇离奇车祸去世，她为了追查真凶，故意接近张兰的圈子，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。直到我在她留下的日记里发现了真相，她父母的死全是张兰一手策划，只因为她父亲接手的项目触及到了张兰的黑幕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一定要让张兰血债血偿。可我清楚，张家编织的关系网就像高压电网，仅凭我一个普通学生根本无法撼动。我只能选择蛰伏，拼命学习，考上名校，进入国家系统，一步步积累能和他抗衡的力量。林威的出现是我计划的第一步，把我当成摆脱上司陈子峰后的退路。更巧的是，陈子峰的妻子李娜是我的学姐，她早就对陈子峰的背叛忍无可忍，我们一拍即合，成了最默契的盟友。结婚后，我很快摸清了林威的套路，他偷偷开了多个海外账户，暗中转移张兰的赃款。李娜传来消息，我知道收网的时机到了。林威生完孩子后，就开始策划杀我骗保，却不知道他车里的录音笔早被我换成了远程录音设备。他的每一个阴谋，
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大雨滂沱的夜晚，他高血压突然发作，车子失控冲下悬崖，陈子峰当场死亡，林薇被送去抢救。我本以为林薇会就此消停，没想到你先沉不住气，刚被保释出来，就派人把我绑架到废弃仓库。杂种，林薇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钱是不是你拿的？就算你爸妈躲到国外，我照样能把他们找出来。我从肿胀的眼缝里看着他，艰难地扯出笑容。张老板，你还记得小冉吗？张兰的脚步突然停住。林薇带回来的女人多了去了，我哪记得？小冉就是孟瑶，你害死了她的父母，逼得她下落不明。今天我就要替她报仇。张兰彻底疯了，捡起钢管就朝我砸来，肩胛骨断裂的剧痛传来，我却笑得越来越大声。你以为你能一直逍遥法外吗？你杀害林薇亲生父亲吴磊的事，我全都查得一清二楚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刺耳的警笛声，张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的手下也乱作一团。我知道王林表弟的调查有了结果，扫黑组也早就盯上他了。张兰被抓时一脸有恃无恐，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关系很快就能被保释，可他不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。王林早就把林薇的丑事在单位传得沸沸扬扬，所有人都同情我，局长觉得我丢了单位的脸，反而站出来为我撑腰，要求严惩张兰。再加上林薇亲生父亲吴磊被杀的证据确凿，张兰直接被以谋杀罪起诉。扫黑组入驻后，更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当地警局的贪污腐败、涉黑包庇问题被彻底曝光，不少官员因此落马。那些被张兰欺压的受害家庭终于有了讨回公道的机会。警方曾怀疑我私吞了张兰的赃款，可不管怎么调查都找不到任何证据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些钱早就被我匿名捐赠给了慈善机构，用来帮助那些像小冉一样遭遇不幸的家庭。1年后，我辞掉工作，飞往新加坡攻读博士学位。深夜里，我翻开那个陈旧的笔记本，上面记录着张兰犯罪集团的所有罪证，也记录着我这些年的隐忍和坚持。看着上面的字迹，我嘴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。小冉，我终于为你报仇了。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也终于得到了公正。深渊虽暗，但正义之光终究会穿透黑暗，照亮前行的路。而我也终于可以放下过去，开始新的生活。